缘起性空，万物本质是空。这个空在极微观之下，是庞杂的思想意念被更巨大的意识包住。先有了意念，然后才有了空间意识。一个空间意识体的形成，也是一个世界的形成。万物都出自这个空间意识体所形成的世界，也就是一个世界的创造，是先形成的空间。空间其实是有意识的生命，水也有意识，火也有意识，万物都有意识，就连石头也有意识。万物都诞生自这个空间意识体所形成的世界。佛家把三界分成第一界欲界天，第二界色界天，第三界无色界天。色就是形象，无色界天的生命很多只有思维，没有形象。真正的灵魂也是没有形象的，就像水一样，水装在什么样的容器，就可以变成什么样的形状。真我也是无形象的，跟本源一样。本源有分个体灵本源和万物本源，每个人的灵魂来源叫个体灵本源。圆无是七界分，圆无是七界分这个分法源于印度，并流传到西方，被灵修者体验较多的分界方法。本源不在第七界，只是第七界可以直通本源。第一界也就是物质现象界，物质现象界包含人间物质世界，还有以太体和星光体生活的第一层天界，他们都生活在物质现象界，相当于欲界天和人间。个体情感界相当于色界天，这是第二界。第三界个体思想界相当于无色界天。第四界是集体情感界，又叫佛灵界，已经超出三界了。修炼到此界，佛家称阿罗汉。第五界集体思想界，人类个体灵的故乡，也就是灵魂最初被创造出来的地方，高于三界。灵魂最初的起源在第五界集体思想界。我们人类肉体死亡解体之后，灵魂会回归此界，但是有执念的人跟迷信的人会因应你们的信念系统而进入相对应的轮回。第六界个体宇宙界，也就是本宇宙灵所在之界。因为万物皆有灵，细胞也有个体意识，你的五脏六腑所有的器官都有它自己的意识，你的呼吸系统也有它自己的意识，就是它可以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人体，归主意识管。可是它又分别拥有他们自己的独立意识，去维持你的身体机能，比如身体的自愈能力和免疫力。宇宙本身也是一个灵。第六界个体宇宙界，本宇宙灵所在之界，修炼到此界可以和本宇宙灵沟通。第七界集体宇宙界，我们都知道宇宙不止一个，有无数个宇宙。不止我们这个宇宙，还有其他众多的宇宙。集体宇宙界，万物本源就在第七界，所以是集体宇宙界加上本源。众多宇宙集体灵所在之界加上万物本源，此界有数不清的宇宙。本源就是一切万有，万物皆由本源幻想创生出来。意念创造了形象，我们的意念其实是有颜色、有场景的。有灵眼的人，他可以用灵眼看见人的思想是有场景的，意识可以飞进思想里面的场景，所以是意识创造了物质，但是强度要很强才能够转化成物质。意念就是能量，能量可以转化成物质。每个空间被一个大灵或多位高灵
通过意念创造出来。被创造出来的空间像一个一个的泡泡，每个泡泡空间需要持续的被关注才能续存。量子力学不是有讲，一个物体在你没有关注它之前，它有无限多的可能性，直到你关注它之后，它就会被定型。因为你关注就是给它能量，然后它就会固定在一个可能性里面，不然可能性其实是无限，直到你关注它。在很久很久以前，空间也就是宇宙被创造出来的时候，需要持续的被关注才能续存。如果一个空间被创造出来之后，不再持续关注，过一段时间它会自然消散。空间的自然消散是因为能量不守恒，能量它会自然散掉。后来有一个高龄，为了解决能量不守恒这个问题，他发明了一种空间结构，叫做零能量空间。什么是零能量空间呢？零能量空间是一种空间内的能量能够一直循环再利用的空间结构，是不会让能量消散，它会一直循环，一直循环。在零能量空间的所有能量会在这个闭环结构内循环下去，而新进入的能量会自动形成新的空间，也就是空间随着能量的增加而增加。在零能量空间内被创造出来的物体，可以不需要追加能量而续存。无数个空间也可以在零能量空间内被创造出来。这些空间消失的时候，能量不用清零，而是跑到其他空间继续循环，也叫多空间循环转换。这个发明零组织了一个实验小组，由8个高龄组成，做了很多实验来完善这个零能量空间。小范围试验成功之后，以零能量空间作为范本，提供给其他创造者们，让他们去创造很多这样的小空间。之后，这些创造者们把各自创造的一些小型的零能量空间合并在一起，形成中型零能量空间。再后来，有更多创造者参与进来，创造了更多的零能量空间，合并的形式不断扩大，形成了大型零能量空间、中型零能量空间和无数小型零能量空间同时并存，最后合并成一个庞大的集体意识创造的空间系统，也就是物质界的由来。有些高文明的外星人，他们住的房子是用他们的意念转化成物质，显化成房屋。高文明的外星人，他们熟知显化法则，把显化法则用于创造他们的一切所需。空等于无，无在微观之下不是真无，它里面还是有极微观的生命，所以这个无啊不是真空状态，它在极微观之下是庞杂的意识生命，储存在更巨大的意识之内，就好像你的头脑里面同时会有很多思绪，对不对？一个思绪就是一个可能性，它随时都有可能显化变成物质，就看你的专注度。物质界是所有自由意识共同自发幻想出来的。一个现象界由一个个体单独创造，个体意识变化时，此现象界因此而变化。改变的容易性使个体现象界很不稳定，感觉像是幻界。打坐入定到临界时，如果没有进入到一个集体现象界，潜意识会自动创造一个个体现象界，并随意识的转变进行改变。三界其实是集体意识创造出来的幻象世界，也就是更高维的集体意识创造出来的一个现象界。一个现象界有很多个体共同创造时，形成集体意识程序。此程序改变时，需要集体意志共同改变。
在未获得集体意识的多数认可时，个体意识很难改变集体意志程序，故集体现象界比较稳定，很难被个体意识改变，感觉像是实相世界。集体现象界中参与的个体越多，制定的规则越复杂、越严谨，集体意识就越强烈、稳定，改变也越困难。物质界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集体现象界，在灵界这样的集体现象界能见到无数个，小型集体现象界也有无数个，每大界都有无数个个体现象界和集体现象界。投胎任何界都是轮回，不轮回等于超越界，等于不投胎任何界。越往下界，集体意识的潜规则越来越复杂，自由度越来越小，也就是第一界。越往上界，集体意识的潜规则越来越简单，自由度越来越大，乃至本源。本源在第7界。集体意识可以创造集体空间，最大的空间是宇宙空间。宇宙是个复合空间，即多重大大小小的空间相互重叠在一起，使宇宙形成一个多次元复合空间体，并且在不断变化当中。与本宇宙类似的其他宇宙有很多很多，组成复合宇宙。3界和物质界都是幻象，只不过是个集体现象界而已，是个虚假的实相。人死亡的时候会按照生前的信念产生相对应的幻境，例如相信死亡时会有黑白无常来带你走，你就会梦到黑白无常来带你离开人间。如果相信有天堂地狱，你可能会经过审判，审判完如果是好人就上天堂，如果是坏人就下地狱。这些情节就是一种信念系统。如果你对死亡没有任何的观念，没有被套进某种系统里面，那么你的死亡会极为单纯，就是一个梦境，从梦中醒来，回到现实，然后发现你在人间的一生只不过是一场梦。你在死亡之后遇到的场景，都是从你的记忆和信念幻化出来的。如果你被眼前的景象迷惑，产生任何的情绪或执着，你就会顺着这个执着再怒轮回。死亡时肉身会死亡，因为肉身是由尘土和水构成，肉体解体后，灵魂会回到灵魂故乡，也就是灵魂最初被创造出来的地方，在第5界集体思想界，人类个体灵的故乡。有执念和迷信的人不会回到灵魂故乡，会因着自己的执念轮回到相对应的世界。地狱不存在，因为你创造了你的实相。这个世界只有你一个人，你所遇见的人事物，他们在他们的世界里重叠投影，出现在你的世界。你的意识改变，投影像也会改变。这是你的世界，至始至终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境遇是内心显化出来的，故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只有意识存在着，以不同的形式一直存在着，直到永远。